也开了，我们的这个开场音乐也停了，那自然而然今天就要开播了。先跟各位讲一下，你看了开场题目就知道今天的内容比较硬一点，今天的内容比较硬，而且我过去一直在迟疑要不要做这个，因为这个听起来很像老共的大内宣呐、就是哎呀，这个美国输惨了，中共赢马了，俄罗斯也好棒棒。我本来一直以为这个东西单纯只是宣传而已，结果没想到我做了研究，做了又做，3、4个讯息来源 ，CNN、BBC、纽约时报、Fox News， 然后经济学人，各种核实、各种确认之下，发现这件事情不妙，因为果然川普输了。而且输很惨，今天是很硬的一集题目，所以各位不要担心，如果你觉得听不下去，你就去吃个零食了啊！但是这个题目很恐怖，有人会讲，哎，为什么我们不轻轻松松的讲一些好笑的东西就好？问题就是你死也要死的瞑目啊！现在的状况就是这个变化大到你会死不瞑目。你会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样，忽然之间他妈川普就输了，忽然之间中方就赢了，俄罗斯赢了，而且伊朗竟然变成4大权力国之一，你没办法想象啊。我们先来讲一个定场诗2句就好，拿破仑梦碎雪原路，今晚直播打乱局。各位。我们今天不讲废话，直接从一张电份账单开始。为什么？因为对岸的网友，你这个月的加油，如果你有用油车，没有用电车的话，你的油车的加油费有一笔钱不是给你的电力公司，是给德黑兰的。台湾这边呢，电费账单上有一笔钱也不是给台电的，是给德黑兰的。你不相信？没关系。今天打开新闻，看到中油的汽油冻涨第几周啦？你打开冰箱，发现某些东西开始断货了。你看到塑胶袋变贵了，你看到家里有些药开始难买到了。这些东西全部加起来，就是你正在缴的战争税。战争税是什么意思？战争税就是你今晚啊，收钱人是坐在伊朗革命卫队的办公室里面啊，在荷姆兹海峡中间的拉拉岛上，每艘船过去都要收200万美金的买路钱呐。你不要觉得说什么哦，太棒了，有船终于出来了。现在已经有国家开了先例，在东北亚有国家已经开了先例，先让伊朗同意他们可以开船。那你觉得是什么状况呢？我讲2件事情啊。我今天刚去士林夜市，那去士林夜市很开心，对不对？那因为我很喜欢吃它的那个生煎包。来，我小的时候买生煎包呢，小时候买生煎包一个10块钱，后来涨成12块，然后涨成15块。今天我去买的20块一颗，而且塑胶袋大的，因为我买了2颗肉的10颗菜的，大的塑胶袋要把它装一起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你要花1块钱买。你不要跟我讲说以前台湾规定本来就是要花钱买，没有，以前从来都没有要花钱买。那现在要了，而且你知道
几件事情，我们群组里面有人讨论，不知道是秦明还是谁，他有贴日本，日本有个叫满洲饺子的，一家店，他说我现在开始不卖做好的饺子了，因为我没有盒子了，我没有盒子了，我没有盒子可以装冷冻饺子了。然后我昨天有讲过，台湾的2号砂糖，市面上买不到了，知不知道为什么？要不要猜一下？我昨天有讲哦，台湾不可能缺糖吧，对不对？我们从来不缺糖，我们是一个，我们是一个，我们是一个生产干妈骗你！来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是一个生产砂糖的国家，然后，然后呢，我们竟然买不到2号砂糖。结果一开始卖场业者说啊，因为中东战争影响塑胶原料，导致包材短缺，有糖没袋装。4月初部分地区出现状况。哦，台糖马上跳出来讲，干台糖国营事业，你他妈国家说不缺塑胶袋，你敢逆着讲，想死是不是？他说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包材短缺，生产线也正常，只是因为我的2号砂糖突然卖太好，突然卖太好。大家手速快扫货所导致。好，他还掰了一个理由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为什么2号砂糖需求突然增加呢？”他说：“因为许多人酿美酒，梅子季节做蜜饯，2号砂糖呢深受欢迎，比进口它好用，用量大增啊。还有日本人、外国人来台湾买2号砂糖，因为甜度跟融化特性不同，受到国外消费者喜爱，间接带动需求。”经济部也出来帮忙辟谣，强调只是卖太好。干，我不知道啊，你各位信不信？你各位信不信？而且台糖的澄清是找中央社发的，你各位要不要信呢？那是你家的事，那是你家的事。但是我实在很难信，干狗贼不要洗版，你娘嘞教不会，任何人洗版都他妈错赛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你觉得可以信吗？过去年年都有腌梅子，都有做梅酒，就他妈今年生产量正常，铺货也正常，然后忽然间买不到2号砂糖了，然后日本人以前也都买，他妈就今年买到你台湾缺货，干你在开玩笑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我是真的不信啊，我是真的不信。为什么？因为逻辑太奇怪了。我们年年都要腌蜜饯，年年都要做美酒，年年都有日本人来买台湾的2号砂糖，就他妈今年买到缺货，然后这个卖场说啊，没有，因为包材不够，马上就出来辟谣，干有没有这么认真？好了，但是我们不不信谣，不传谣，好不好？那以后呢？万物都是卖太好，所以买不到啦。好啦，标准答案就出来了啦，好不好？不是没有塑胶袋啊，是大家买太好，我糖来不及铺货啊。哎呦，干！哎，大家要一本正经讲干话，这个是在干什么？是在干什么？这个那个 Gasper 蔡哦，最近很少晚上看到，他说值班来坑直播啊，我们有人囤砂糖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就是这样子啊，没有都没事，好不好？日本人爱砂糖，干这个对啊，辉劝说，你看家庭主妇很清楚嘛，每年都这个时间腌梅子啊，我从来没听说过砂糖会被人家腌到腌没缺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ZK 菜你搞错了，他不是说因为做蜜饯、做美酒包材缺，他妈他是说糖，因为你做蜜饯、你做美酒，把糖卖光了，来不及铺货啊，
然后千如如说，他前几天去南投买蜜饯，店家还说今年梅子产量变少。哦，这到底在干什么？不是不够，是它流通环节有问题。秦明说，这跟高市早苗讲的一样道理。这到底要怎么样？看，我真心不知道讲什么。Violet 说很久没跟上直播，哎，你前几天你还有啊？Eric 廖说久久来抖那一下，请喝个水饮料。哎，干，今天忘了写目标了，等等等等等，干，我被这个妈屁话，我被这个干话弄到妈不知道说什么，害我妈恍神了。来，我定个目标啦，随便定个目标，随便定个目标。就讲，如果目标达成，就讲高德地图，还顺便解释你的手机也有用呗，开心吧，各平台都算，好吧？这我真妈被这些人打坏了，我觉得我尝试坏掉，我跟 Cloud 一样，我他妈脑袋坏了，就他妈你成天拿这种屁话来洗我，洗到我搞不清楚状况哎，洗到我真的搞不清楚。坏掉龙九说，请支持 Taco Bell 单人阿拉巴老猪兵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前，请问老猪祝福打气，谢谢。这谢谢 Eric 廖说来请喝个水喝个饮料，靠！我真晃神欸，我真的晃神。Bakery 说，青菜不论散装还是超市价格，最近都涨到台风天价格，要变常态了。我想南部有人跟我讲说他缺橡皮筋呐、这到底什么东西啦？看，妈的，最好是这样子的。然后那我扣零说屁，我昨天去星巴克糖包都还能买到。哎，我真的不知道哎，这到底是在瞎讲什么东西？谢谢乱世魔羊，谢谢 Kate 在 TikTok 抖内，干我真的要被他们搞疯了。好，不管不管，来收钱的人现在坐在伊朗革命卫队办公室哦，这只是开场而已，这只是开场，开什么场？开什么？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上个月那个世界了。我手上有一本《经济学人》，来，封面是川普跟习近平两个人，标题写了一句拿破仑的名言，叫 "Never interrupt your enemy when he's making a mistake"。当你的敌人正在犯错，千万不要打断他。这句话表面上在骂川普，但翻到内页，翻到最近的新闻，整本杂志跟整个国际媒体现在都在讲一件比这个更可怕的事情。29年前，有一个美国最顶尖的战略思想家，叫做布里辛斯基，他写的书叫做《大棋局》。现在美国的状况叫 suicidal statecraft， 翻成中文叫做自杀式治国。川普就在这样搞，赖校长是不是在这样搞？我不敢讲，我怕再被关。没有，我不知道。台北身体健康，事业顺利，谢谢你的抖内。来，这是怎么一个状况呢？自杀性治国是什么概念？29年前，他曾经讲过，这是完全精准的一句话。他说，美国要是同时得罪中国跟伊朗，就会逼出一个中俄伊三方的反霸权联盟，这是美国最危险的场景。29年前，将近30年前，买记忆体赚1倍说 Costco 经验老实说，每年都很多人讨论用 Vaga 威士忌品质好、大罐又划算酿梅子，看了一下，今年的确冷清啊，就梅子产量少，实际上要酿美酒、要做蜜饯人变少啦。
他妈的，结果跟我讲说今年特别多，大家都忽然之间想要吃蜜饯，是怎么样？吃蜜饯想自杀是不是？哈，对，好，没关系。来，29年后的今天，川普亲手把这句话实现了，然后他自己啊，在2026年4月28号做了一个决定，把这个自杀性治国盖章认证。我们今天要讲4件事：川普输了，中俄赢了，台湾大乱。然后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是，这个乱局啊，29年前就有人警告过，但没有人听。我们尽量讲，各位准备好，我们开始。今天我说过，他真的比较硬，因为他又引述《经济学人》，还有那个以前凤凰卫视白宫那个记者，是不是叫张金义？张金义也讲了。来，我们引述这一个故事。广西甘蔗种得多，糖也多。那年我台湾当初被日本殖民，就是因为产糖，好不好？我现在要沦落到跑去广西要糖，你这样对不对？来，布里辛斯基是一个波兰裔犹太人，1928年出生，2017年死亡。他过世，好不好？他活着的时候是卡特总统的国安顾问，简单讲就是负责全球战略最高层的人。卡特之后，他继续影响了每一任的美国总统，包括奥巴马，包括了很多很多愿意问他、愿意听他的人。Omega 说，难怪美股大跌，因为就是看起来很不妙啊。来，这个基本上布里辛斯基是美国2战后的3大战略思想家之一，跟季辛吉是同一个量级的，但是季辛吉是重商主义，布里辛斯基是重这个战略地理或者说地缘政治。1997年哦，苏联垮台才6年，那个时候美国全球独霸，这个你记不记得那个福山？法兰西斯福山是不是？他说啊，这是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。结果同一个时间点，布里辛斯基写了一本书，叫《The Grand Chessboard》大棋局。书名副标题写得非常自傲啊。他说，美国的霸权地位跟其地缘战略的当务之急，但是在这本充满了美国第一的骄傲感一样。他用一段警告预言了2026年今天的全部局面。他写的是，各位注意听，最危险的场景是中国、俄罗斯加上可能的伊朗组成一个反霸权联盟。他们不需要意识形态相同，只要彼此对美国都不爽就够了。然后他补了一句话，他说这个联盟唯一会成型的条件是什么？美国要短视到同时得罪中国跟伊朗。各位请注意这个句子的精确度。布里辛斯基没有说美国得罪中国跟伊朗就会出事，他说的是你要短视尽力到同时得罪2个 short-sighted， 短视这2个字是他特别下的。他知道任何一个有战略眼光的政府不会做这种事情，所以他的警告其实在问美国的政治制度会不会选出一个短视的总统。1997年的时候，他不敢答这个问题。2026年的今天，这个问题答案揭晓了。布里辛斯基给这种治国方式取了个名字，在他后来的演讲跟访问里面，他用了一个词反复批评美国的决策圈，叫做 suicidal statecraft。福山不转向还得了吗？每一个人从我进北监之前就开始在干福山，干到26年，他早就该转向了，因为他当时真的以为柏林围墙倒塌之后，资本主义就会引领一切，是自由市场经济会赢，结果没有想到，抱歉，就这样，自杀性治国。这几个字呢，今天直播会出现很多次，因为这4个字，这几个字就是在描述川普在伊朗、在乌克兰、在中国同时操作的3条线的最精准的
单一名词，他不是在做战略，他在自杀呀，长官。他自杀之前还把全世界拖下水，所以当这一期《经济学人》的封面写 "Never interrupt your enemy when he's making a mistake"， 表面上是叫中国耐心看川普犯错，但真正的意思你没看到，习大大笑得可开心呐、表面上是叫中国耐心看川普犯错，但真正的底层解码是，经济学人这一群最精英的记者跟编辑部，在全世界的精英读者面前发出一个讯号，他说布里新斯基97年警告那个剧本正在第一幕高潮刚开始，而我们台湾在这一幕戏里面，既不是棋手，也不是棋子，台湾他妈变成棋盘了，人家在你身上嘟嘟嘟嘟嘟嘟在那边下棋，你连动都不能，这有多惨？我们把布里辛斯基这个家伙讲清楚，人家可是他不是普通学者，他是波兰华沙的外交官家庭之子。二战前，父亲被派驻德国、苏联，亲眼目睹了希特勒的崛起，史大林的大整数。他从10岁开始，就用孩子的眼光看着这个世界，渐渐的步向崩坏。两个集权体制吞噬了欧洲。1950年，他到美国，在哈佛拿到博士学位，35岁就进入甘乃迪政府。1977年，卡特任命他为国家安全顾问，4年内，他主导了中美建交、阿富汗反苏战争、伊朗革命危机3大冷战末期的关键事件。他可不是办公室里的书呆子，他是在第一线，亲身经历冷战，而且他负责把世界的格局推动。而且布里辛斯基有一个特质，让他跟季辛吉不一样。季辛吉相信权力，所以季辛吉的学说是跟强者交易，比较像川普。布里辛斯基相信地理，相信地缘政治，所以布里辛斯基的学说是在棋盘上看清楚整个结构。《大棋局》这本书出版于1997年，书中布里辛斯基画了好几张地图，他把欧亚大陆画成一张西洋棋盘，所有国家分成2类，一类是地缘战略玩家，也就是棋手；一类是地缘政治枢纽，也就是棋眼。地缘战略玩家是这些大国，法国、德国、俄罗斯、中国、印度。地缘政治枢纽呢，是夹在大国中间，本身命运不由自主，但能够决定大国结局的国家。乌克兰、亚塞拜然、南韩、土耳其、伊朗。各位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哦，布里辛斯基把伊朗、乌克兰、南韩放在同一个分类，他没把台湾写进去。但任何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知道，台湾完美符合地缘政治枢纽的意义，夹在大国中间，命运不由自主，但能决定大国的结局。2022年，俄罗斯打乌克兰，这就是布里辛斯基97年讲的枢纽崩盘，没有办法了，压抑不住，强权直接动手，因为枢纽太愚蠢。2026年，美国打伊朗，中华民族9，干你娘！不要洗版，好不好？谁他妈会封锁你？本台只有一个要求，不要洗版。你他妈洗版，你全家没屁眼。来洗啊！来，下一个枢纽崩盘是什么？你自己知道答案了。枢纽崩盘了就变棋盘哦，你连棋子都不是啊。布里辛斯基还写过一段话，他说：“自杀性治国。”不止如此，而美国对外的全球霸权深度其实很浅。
原文叫什么 ？The scope of Americans' global hegemony is admittedly great, but its depth is shallow, limited by both domestic and external restraints. 深度很浅啊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说美国的霸权看起来大，看起来强，但拉得动撑不久。为什么一个短视的总统可以在4年之内把这个霸权拆掉？因为这个霸权的深度本来就只能维持在世界秩序的维护者上面，一旦美国自己变成世界秩序的破坏者，这个霸权的根基立刻消失。川普2026年正在做的事情，就是把美国从秩序维护者变成秩序破坏者。这就是布里辛斯基97年另一个预言，自杀性治国发生的根本原因，是因为美国的霸权结构本身就脆弱，而川普这个短视的总统，刚好就成了那个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我们念一下斗内啊，所以说月底啦，斗内目标调低，很合平民心啊。以一说抖给朱大写的小说，情绪非常容易陷入，内容相当有画面感，感觉朱被写作的暴君召唤了，也没有被召唤啦，但就是我同时在写6部小说，可是找不到出版的地方，哈哈哈！来，没有2砂糖，那我全糖市民台南要作废啦。叮叮叮说这几年真觉得政府像天桥底下说书的，而且说的还不好，妈搞屁，烂透了。好，我继续往下讲，我还是在警告各位啊，各位今天的题目很硬，就像上课一样，如果你不是为了要这个学到一些知识，要死也瞑目的话，你可以去听郭正亮或者是馆长的直播。来，我们先问一个问题：如果今天有一个美国总统，他做了一件事，这件事让付出了以下的代价：战争打了60天还没结束，士兵不像伊朗也撤不出来，油价飙破108美元一桶，自己国家的汽油破历史新高，1加仑4.18美金。最重要的，欧洲盟友德国总理公开骂美国被羞辱，阿联酋退出 OPEC， 菲律宾买俄罗斯石油，印尼、泰国、越南排队跟着买俄罗斯石油，就台湾个白痴在那边遵守承诺不买，而日本、韩国动摇自己的台湾芯片盟友呢，能源储备见底。中国跟俄罗斯跟伊朗手牵手，金融基础建设互通，人民币在中国的跨境支付系统3月份单日交易量暴增76%。请问这个总统是个天才还是个笨蛋？布里辛斯基的答案说，不是，他不是笨蛋啊，他在自杀啦。我们把川普打伊朗的结果认真的盘点一下，各位思考一下。第一笔，战争打了60天，从2月28号美国跟伊朗突袭德黑兰暗杀了哈梅内伊开始，到今天2026年4月29号，对，今天是29号，对，整整60天不对。各种各样的状况，11000次空袭，敢写吗？脚本你们给我写11000次，干数学是狗教的，对不对？11000次空袭炸下去，伊朗死了上万人，400万人失业，结果嘞，革命卫队赚翻了啊！经济学人的金融版有一篇详细报道，他说伊朗现在革命卫队本来就控制伊朗1半的石油出口，战前呢，他们1年大概赚300亿美金。战争爆发后，油价从60几块一路飙到108元，他们的收入几乎翻倍啊！对啊，你看，Bruce Wang 北京阿联酋如此快速坚决的退出 OPEC。
Bruce Wang 就在阿布达比呀、这个新闻这2天在我这都讨论炸了。对这个事情太奇特了，一下子表示他对整个世界失去了希望，他对于秩序失去了希望。那所以，伊朗革命卫队的收入几乎翻倍呀、如果未来伊朗成功对每艘过荷姆兹海峡的船收200万美金的买入钱，每年他们可以收500亿美金，这比川普课关税给美国国库的钱还多。这个泰可入约说能否邀请其他大陆跟港澳人士一起谈话？严格来讲没有不行，但我们的主直播位置是在 YouTube， 他要能够跟我连线，而且我要会操作才行，好不好？我不知道我觉得王局大概跟我立场接近，但是谈起来搞不好会吵架，我不知道，所以我没有反对，但是有技术上的问题，到时候我们再讨论吧。然后，每年光是收这个通过荷姆兹海峡的过路费，革命卫队每年收500亿美金，这比川普课关税给美国国库的钱还要多。美国打革命卫队打成革命卫队变成战争的最大赢家，这就是布里辛斯基讲第一句叫自杀性治国的活体现场。第二笔，这个账里面叫做停火崩盘。4月7号，川普跟伊朗在巴基斯坦的调解下达成2周停火，2周还没到，停火就破了。4月11号呢，美国跟伊朗在伊斯兰马巴德谈了21个小时，副总统 J.D. Vance 出马，最后没有结果。凡斯J.D. Vance 走出会议室跟记者说，伊朗拒绝接受我们的条件美国不是压倒胜了，怎么会搞到伊朗拒绝接受谈判4月13号，美国对伊朗的港口实施了海上封锁。4月19号，美国海军可以成功夺取了一艘伊朗货船。4月21号，川普无限期延长停火，原因是伊朗政府严重分裂。那个谁不用讲那个谁是跟那个 B 站有签约的，我们没有约，我们是野生动物，好不好？我们自己就在那边讲，你因为 B 站会让你播哟。来，4月21号，川普说我无限期延长停火，原因是什么？伊朗政府严重分裂。4月22号，伊朗革命卫队在荷姆兹海峡抓走2艘外国货船，对第3艘开火。4月24号，川普扬言要摧毁任何在荷姆兹海峡布雷的船。美国第3艘航母 USS George W. Bush 抵达中东，中东现在有3艘美军航母。第3个，今天2026年4月28号、29号，川普做了一个决定，川普选了延长海上封锁。华尔街日报独家披露川普跟国安团队开了会，3个选项摆在桌上：第一个，恢复轰炸伊朗；第二个，撤出中东；第三个，延长海上封锁。川普选了第3个，为什么？华尔街日报原文写，川普判断这是比恢复轰炸或完全退出冲突风险更小的选项。来，我念一个斗内金盏花说，朱大讲述的内容融合了非常多的书籍跟文章，取其精华来分享给观众，非常用心。我的知识量在一集做的，你大概要花10小时，我把它浓缩在90分钟了。Bruce Wang 背进说，而且我们所有人，无论哪国人，对于这个阿联酋退出 OPEC 的看法，都是最终受益的一定是不是东京大学，是东方大国，中国要受益
不是说北京说你就说吧，抖多少你可以不邀请王菊，他跟沈鸿雄一样是收钱反共的，你请王菊还不如请沈鸿雄。好啦好啦，你随便啦，你随便抖个1000块，我们之后就不找王菊，王菊也不一定来，好吧？我们不要自抬身价。那所以呢，你听懂了没有？川普亲口认证了，他打不赢，但是撤不了啊，所以他选了一个会把战争无限期拖下去的选项，因为这是最不会爆炸的选项。这个就是关键，这就叫做自杀性治国。你所有选项都是错的，结果你选择死的最慢的那一个，然后你还跟记者说这是最聪明的决定。第四，川普到今天还在发疯。4月28号，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，原文说什么？伊朗刚刚通知我们，他们处在崩溃状态，也就是伊朗喂，川普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在崩溃喽。好，谢谢你，拜拜。然后他说他们希望我们开放荷姆兹海峡。但是在伊朗德黑兰同一天，革命广场上挂了一副巨型看板，叫做荷姆兹海峡仍然关闭。一边是川普说伊朗崩溃，一边是伊朗看板说海峡关闭，到底是谁崩溃？第五，川普直到今天还在跟最重要的盟友撕破脸，这脸感觉撕不完呢。德国总理 Merz 4月28号说，美国正在被伊朗羞辱。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反击，他说德国总理 Merz 认为伊朗拥有核武是 OK 的，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美国总统在社群平台上骂北约最重要的欧洲盟友的元首，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这就是自杀性治国的当代注脚，这不叫自杀性治国。什么叫做自杀性治国？好，不双杯镜说斗内200迪拉姆，这个扣掉平台抽成，差不多朱大能收到1000块，差不多啦。但应该没有1000块，不过没关系，老战友说了，我们就不邀，人家也不一定来，但我们就不邀了。你看我这边是橘红色，橘红色好像啊，但不错啦，我知道你意识到就好，我没有要算那个费用。来，还没完，今天更夸张的，就我刚讲的，一艘日本游轮过了荷姆兹海峡，向伊朗付了买路钱。4月28号，日本出光石油 Idemitsu 啊，高德北斗没有问题，明天还是后天就讲。但这个差不多，我们现在过一半了，应该讲得到。我跟你讲，那个背后的技术很妙，你今天只要用 iPhone 手机，你就有用北斗卫星。Mr. Durr 9527说三明治都报道美以大胜，真不是啊！你想想看，今天这个新闻很严重，日本出光石油 Idemitsu Kosen 的油轮 Idemitsu Maru 出光完，从阿布达比的海上锚地出发，向北穿越了荷姆兹海峡南方的拉拉岛，这就是伊朗革命卫队收买路钱的收费站。虽然出光石油没有公开承认，但是相关的数据显示这艘船付了费，获得通过权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伊朗的荷姆兹收费站已经从理论变成了现场。而且美国虽然封锁了伊朗港口，但伊朗仍旧控制了海峡的过境权，而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之一，他选择付费给伊朗，而不是配合美国的封锁。那你看这个事情是不是要命？谢谢 Natalie Chang。
这事情要命啊！美国的亚洲最大盟友公然违抗美国爸爸，你说这个是什么状况？这是要老命的状况。你说这还不要老命？要老命啊！来，这就是升级陷阱最赤裸的证据。美国的封锁让自己的盟友都绕过去了，不跟美国合作了，这哪叫获胜？这哪叫获胜？布里辛斯基97年的话，我再重复一次：美国如果短视到同时得罪中国跟伊朗，三方反霸权联盟才会成型。川普不止同时得罪了中国跟伊朗，他同时还得罪了俄罗斯，得罪了德国，得罪了欧盟，得罪了 OPEC， 得罪了亚洲所有国家，连自己最忠诚的盟友日本都选择绕过他付钱给伊朗。布里辛斯基的剧本已经不是在实现，而且实现了还超标。来，战争从来不缺赢家，只是赢家不一定是你。英国石油公司 BP 第一季的利润32亿美金，去年同期的2倍多。去年同期的2倍多。这次的战争打死了上万的伊朗平民，但是英国石油的股东在开派对。谁在这场战争里赚钱？革命卫队赚钱，英美石油巨头赚钱，中俄伊的金融基础设施赚钱。谁在赔钱？就是你各位啦，台湾的观众。现在已经不是布里辛斯基预言的最危险场景，这是变直播了，好不好？你看这有没有夸张？有夸张吧？来，这个中俄伊反霸权联盟，2026年4月已经不是预言，正在你眼前直播。过去3周，我们把这个三角之间的所有外交动作摊开来给你看。4月9号到10号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突然飞去北韩，6年来他第一次访问平壤。为什么这个时间去？因为川习峰会5月14号要在北京开，习近平需要把整个东亚局面布好，包含了北韩这枚棋子。历史先例是什么？2018年金正恩第一次见川普前，他先去北京找习近平。中方知道，任何朝鲜半岛的事情不能让北韩自己跳开北京去谈，要大家一起谈。4月14号附近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飞到北京去了，跟中国高层会面，会议内容外泄，重点是中俄要能源合作，俄方明确表态，我们愿意填补中东供应的缺口。翻译啊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中方失去了伊朗的石油，俄罗斯来补上啦。前天4月27号，伊朗外交部长这个从巴基斯坦转飞俄罗斯圣彼得堡跟普丁见面。同一天，美国国务卿 Rubio 在福斯新闻上拒绝了伊朗提案，说我们不能容许伊朗对核武资的控制变成常态。各位看出来时间点了吗？美国当天拒绝伊朗，而伊朗当天坐在普丁旁边。这个肢体语言已经不需要翻译了，这就是反霸权联盟三方在你眼前公演。而且普丁已经排好了下一步。多家智库的消息是，普丁将在川普5月中访中之后，立刻紧接着访中，也就是川普5月14号到15号才离开北京，普丁就要去，就是这么急。这叫什么？川普走前门，普丁走后门。川普前脚走，普丁后脚来。习近平用这种公开的方式告诉全世界：我跟川普谈的是面子，跟普丁谈的才是里子。哦，秦明特别补充啊，他说日本邮轮属于出光新产，伊朗特别强调出光新产与伊朗的日章丸事件，这个是1950年代，当时伊朗石油国有化之后，西方实施石油禁运，出光新产却秘密派遣
张烷等油轮直接从伊朗购买石油运回日本，打破封锁。伊朗驻日大使馆28日晚间在 X 上特别发文提及这一个 legacy， 就是前人的善意，导致了我们现在还你善意。也就是说，这是允许出光丸通过的重要背景。知道这个人的确不多。来，可是各位，我们要讲的是这个联盟的可怕程度，不只是地缘三角。我手上有《经济学人》的这一期干，不知道是哪一本吗？太多了，是这一本吗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，我已经忘了。所以，人民币的黄金窗口这一期呢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人民币的黄金窗口呢，意思是，哎，里面这个数字很特别哦，你要仔细看啊。为什么要仔细看？因为很重要。里面有一个数字，让各位都应该要觉得紧张。因为中国的跨境支付系统叫做 CIPS， 你可以理解成人民币版的 SWIFT。这个系统在2025年呢，全年单日交易量平均6800亿人民币，数字在3月份单日冲到9200亿，成长30%多。朱正，你的这种薄弱的利润，麻烦你去找10000个字再来说服我。你说没有就没有，他笑死人。哦 ，Eric 廖说朱大咬字蛮清晰，我手机的 AI 即时字幕约80到90，语义侦测输出的字幕是正确的。那当然了，来，4月2号这个数字单日冲破1兆2000亿人民币，对比战前是什么状况？对比战前暴增了76%。你各位要了解这一个数字的意思，这是布里新斯基97年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第4个维度。他预见了地缘三角，但是他没有预见到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他没有预见到金融三角速度这么快开始。因为地缘三角成立了，能源三角成立了，军事三角成立了，结果金融三角速度这么快就成立了。CIPS 不是孤立哦，中国央行还在推一个叫做 mBridge 的多边央行数位货币平台。这个平台呢，沙烏地、泰国、阿联酋的央行都加入了，95%的交易是用CNY 就是人民币啊，数位人民币结算，7秒就可以完成跨境支付，比 SWIFT 快上好几个量级。最杀的是什么？你们听好了，美国 Atlantic 亚特兰就是大西洋理事会金融专家 Josh Lipsky 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的会议上讲，伊朗从荷姆兹海峡通行非洲的钱，主要是用人民币计价，不是加密货币呀。各位，重复再念一次，世界20%的石油要从荷姆兹过荷姆兹要付买入钱给伊朗，而买入钱是用人民币付的。换句话说，之前我们一直在讲石油用美金计价，现在全球有20%的石油正在用人民币计价，开心了吧？这就是布里辛斯基97年的预言。最害怕的场景的金融升级版，他怕的是中俄伊政治结盟。
但是他连做梦都没有想到，2026年的中2.1已经建立一套不需要美元、不需要 SWIFT、不需要美国同意的全球金融体系。中国央行啊，前行长周小川，2009年就在喊去美元化。他今年3月接受采访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中国现在有个黄金窗口，是谢谢美国的关税制裁跟地缘冲突。黄金窗口这4个字背后的翻译，就是川普每自杀一次，人民币就升一级。”你可能会问，这跟台湾有什么关系？台湾的金融体系是100%绑在美元跟 SWIFT 上面的。那结果你说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，因为台湾的外汇存底大半都是美元，台积电的营收结算也用美元，台湾股市的市值也用美元换算。当人民币的基础设施一块一块盖起来，人民币的金融系统一块一块盖好，中2.1三角开始用 CIPS 计算石油。当全球20%的石油用人民币计价，台湾选择美元这个策略正在每天、每分每秒被稀释掉筹码。赖校长一直在喊非红供应链，他喊的是制造业，但他从来没喊过非红金融链。为什么？因为一旦开始谈金融链，台湾会发现自己连选边站的资格都没有。接下来，我们要进入今天最严重的概念了。第4权力中心，美国体制内最高的战略思想家叫做 Robert Pape， 在《纽约时报》写了一篇文章啊，里面这句话要让各位听好。这场战争把伊朗变成了一个世界大国，想不到了吧？你以为它被炸平，结果美国用炸弹把它捧上了第4权力中心的高位。我们现在介绍一个人啊 ，Robert Pape 是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系教授，芝加哥安全与威胁计划的创办主任。这个人不是普通学者，911之后呢，每一届白宫都咨询过他的军事战略意见。他的著作的《Bombing to Win》是美国空军学院的指定读物。他不是反对派的评论家，他是体制内的战略预警者。2026年4月初，嗨呀，赵少康，我跟你讲，所有人都有一天会老到跟不上时代。赵少康就是这样的人。当你一直老，一直稳稳的坐在那个节目讲一些落伍过时的话，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冲走，就跟沈富雄一模一样。朱正，我实在不想讲，但你他妈口气好大啊！你一个网络屁民讲起来好像中央军委一样，什么石油计价不可能用人民币，中方才不跟人家拉帮结派。操，你在开我玩笑是不是？妈，解放军大校可能都没有你这么大的口气。来，看讨厌，封你个5分钟，都在那边吹，你他妈你哪位呀？真是的。来，好，我继续往下讲。所以那个 Robert Pape 不是反对派。当然你不要讲赵少康有多不堪啊，沈富雄才他妈踢笑嘞，我都不用讲了，这么老了还一直上节目，是吗？到底怎么搞？很缺钱是不是？不上电视不行哦，笑死人。算了，先不用讲。2026年4月初哦，2026年4月初，这个 Pape 教授在《纽约时报》写了一篇社论，标题只有一句话，叫 "The war is turning Iran into a major world power"。这场战争呢，
正在把伊朗变成一个世界大国。各位，请了解这个标题的分量，这不是反美阴谋论者的预言，这是美国国家战略界自己人在发出的警报。Pape 的论点是这样的，他说全球权力中心过去是3个：美国、中国、俄罗斯。妈的，沈富雄需要存在感，给我去妈大安森林公园打太极拳呐！你在电视上在那边闭着眼睛瞎扯。一个打赌输到跑去于天家里扫地的人，你现在在电视上还要听他胡扯，到底是在干什么？好啦，但是这一场伊朗战争呢 ，Robert Pape 说，你把伊朗推到了权力中心呐。来，各位记得赶快按赞啊！目前按赞数只有424个，先破个500。来，等等，你会说。伊朗的 GDP 才4000多亿美金，比台湾还少。他的军队被打个稀巴烂了，他的设施也被炸得稀巴烂，怎么会这样反而变成世界大国？他妈浴火重生是不是？来，好问题 ，Robert Pape 的答案就是这一集直播的核心。Pape 说，过去我们衡量大国的标准是错的。我们现在同上人数破1000了啦。干，我还以为今天题目很硬，破不了1000嘞。但没关系，大家愿意听硬的东西，我们就硬着讲。Pape说，我们过去衡量大国的标准是错的 ，GDP 啦、军费啦、科技输出啦、传统实力，但是真正的大国还需要一个东西，叫做 veto power， 否决实力，就是我可以说不就不了。五常就是这个样子。还有 Bruce Wang 北京特别勉励我，他说：“朱大，你也要保持学习，保持思考啊，不然30年以后你会变成老赵这个样子的。看我不用30年吗？我30年之后80几岁，我变老赵这样子，不错赛。”当初初中的时候在大陆偷看凤凰卫视，看新闻骇客，当时觉得这才是新闻人呐。现在想想好羞羞，你没有错，是他当时是新闻人，现在不是啊。来，等等，那个 Live Studio 又叫我要调这个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呦，搞什么？他现在还是新闻人，只是变成一个老顽固新闻人。他顽固的程度远超过他新闻人的本色了，这个没得讲，我们就不要多说了，好吧？人都会老，但是不要老的这么不优雅，这个不好，这个不好，不好，不好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东西呢，真心不骗，是很意外的会变到这个程度，因为你把伊朗都打残了。结果现在伊朗拿到了全世界经济的否决权，他说不，全世界就有1/5的石油出不来，卖不掉，没办法做，那这就是世界强权。这个可怕了，就是他不用说 yes， 他只要能够说不，我不同意你这样做，那么一切就完蛋了。一切就完蛋了。那所以呀，什么叫否决权？否决权就是我可以让全世界停下来的能力。什么叫停下来的能力？荷姆兹海峡现在就是你可以叫全世界停下来的能力啊。乌斯汪北京说都同上破千了，请个助理回来啦，帮你处理直播的技术问题。我现在通通自己处理啦，基本上没有我不会的啦。所以这就是一个逆境使人成长，战斗令人坚强，就这样了。
没办法，我也不愿意啊，干就找不到助理啊，你不然有谁愿意当我助理？可以赶快来报名，吹波浪。来，你想想看，全世界好了，Bruce Wang 杯镜，今天感谢你协助我们达成的目标，大家开心。这个Bruce Wang杯镜，你自己多保重啊。TLTW 说这2天重读大棋局哦，你也在读这本书哦。就政治跟情绪上的观感跟老朱一致，但个人习惯逆向检讨。今年各主权国家呢，这个持有美债的利息收益可能因大而美法案会被老北课21%以上的税。米兰报告的部分整理好再贴绿界跟大家分享。好，谢谢。丁丁丁说，当时号称政治金童，但那时代已经过去了，不要再认为自己还是40年前赵金童，人就老了嘛，叫赵老头啊，请黑工嘞。温温说，校长今天撞钟应该会变瘦，怎么胖好多？干，我每天早上起床，舅妈在搞 AI， 你说我为什么变胖？我早上还被那个 AI 搞了一个说，不好意思哦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我现在一个直播做完要做什么？你去看我那个越南移工的那一篇，昨天那一篇，我有越南语字幕，我有简体字幕，我有繁体字幕，我有越南语的时间轴大纲，我有简体的时间轴大纲，我有繁体的时间轴大纲，我有越南语的封面、越南语的标题、简体版的标题、简体版的封面跟繁体的标题、繁体版的封面。那我眼睛都花了，你知道？我今天早上从6点起床就开始弄。我是有健身房，但这个我礼拜没办法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来，59%的液化石油天然气要从荷姆兹海峡走，那你说这个怎么办？全球30%的尿素肥料的重点要从荷姆兹海峡走。沙烏地阿拉伯、阿联酋、伊拉克、卡达、科威特、巴林6个国家的石油跟天然气100%都要从荷姆兹走出去。伊朗的军事力量没有办法摧毁美国，但伊朗只要关闭荷姆兹海峡，全世界1半的能源、1半的肥料、1半的食物立刻停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重点我也不是说这个简体怎么样，而是如果举手之劳就可以做的话，我就多做一点嘛，没有不行的啊。我连封面都做简体，我自己都觉得很北蓝。试试看有没有 AI agent 可以帮你处理直播的问题的。这几天我一直在用新版的 Codex， 工作效率又提升了很多，我都有空上班看直播来懂内。我跟你讲，不是说用杯镜，我的问题是我的效率一直提升，但我做事情越来越多。我现在同时间在写6本小说，有没有人要继续看我写的那个制裁者的小说？还有我甚至在写龙枪的同人跟那个魔界的同人，我还在写穿越小说嘞。所以你就知道我是一个犯贱型的 AI 使用者。AI 提升效率，我就做更多事，是不是真的很北烂？我自己也觉得很北烂。来，这6个国家石油跟天然气100%都要经过荷姆兹海峡。伊朗军事实力不可能反杀美国，但伊朗只要摧毁，他只要关闭了荷姆兹海峡，他妈美国就挫赛了。因为全世界1半的能源、1半的肥料、1半的食物立刻停补。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这个人现在天天骂美国，但他讲的话有时候很精准。他讲过一句话，比布里辛斯基还狠。他说，伊朗已经测试他的核武，他的核武就是荷姆兹海峡，自然之趣就在近处，不必远求啊！各位，我请你们再思考一次。伊朗已经测试了他的核武，他的核武就是荷姆兹海峡。
这就是佩普教授讲的 veto power 否决实力。伊朗根本不需要铀235，伊朗只要有荷姆兹海峡，地缘本身就是核武。而且伊朗还展示一个能力更可怕，伊朗证明了它可以挨打，挨40天的打，挨11000次空袭的打，挨美国跟以色列联合轰炸的打，还活着。经济学人说啦，伊朗有大概400万人失业，但他不在乎啊，400万人失业又怎么样？只要不搞革命，我都 OK。拉明利说，敲碗 NSFW 小说不用太露骨，只要黄奕寻秦记的那种程度就好。哎，而且我现在已经无聊到我叫4个 AI 帮我决定我的股市美股要怎么安排。你看这多闲。好，伊朗既然证明可以挨打，哈梅内伊死了，革命卫队高层死了一片，核设施被炸了，钢铁厂被炸70%，但伊朗还是活着。这个活着本身呢，就是战略讯号。佩普在4月23号的专访里面讲了一句杀伤力极大的话：伊朗40天内比战前更强大，比战前更强大，因为它证明了你打不死他，杀不死你的只会让你更坚强啊！各位有没有想过，这个讯号对全世界其他不爽美国的国家是什么意义？美国现在没有办法摧毁对抗他的国家了。北韩说，原来面对美国全力空袭撑得下来，可以撑下来。委内瑞拉想说，干，早知道我的总统不被你抓走，我也是可以活下来的。古巴说啊，原来不需要核武，地理位置本身就是武器。沙烏地阿拉伯说，原来连美国都打不下伊朗，那美国还能保护我吗？各位，这就是佩普接下来那句更狠的话。亚洲国家正在跟美国保持距离呀，英文原文叫 distancing themselv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of Iran， 因为伊朗，所以亚洲国家在保持距离。这个词儿就是台湾我们现在要面对最残酷的问题。台湾是不是亚洲国家？其他国家都在保持距离的时候，台湾在干什么？台湾站得最近，抱得最紧。当所有亚洲国家都在后退一步的时候，台湾站在原地。台湾会变成什么？台湾会变成所有人都撤了，回头一看是唯一我们还没撤，我们还抱着川普，而且这个没撤的代价已经有了具体的时钟，剩16天。5月14号到15号，习川北京峰会，台湾的命运很可能在那2天被重新定义。各位，你要记得一个原则啊。任何时候，当孤独变成你的处境，就是你被猎杀的开始。不是因为你做错什么，是因为你周围所有人都做了正确的选择，先退一步再说。只有你站在原地，等于你要变成猎物啊！等于你要变成猎物。什么？还有网友问说，6月11到14，6月18到20在台北有没有见面会？我要办见面会干嘛？你要抖内我钱吗？当面抖哦。来，最后佩普还提了一个更重要的概念，叫做 escalation trap， 升级陷阱。他说，当美国发现自己军事手段失败，他会升级，提升他的压力。一升级发现还没有效，会继续升级，升级到最后3个结果都是死路。刚讲了啊，死路1恢复轰炸，油价飙破130、150，全球经济会衰退。死路2地面战，
美军会重蹈伊拉克覆辙，几年之内出不来。死路3，撤退，美国信用永久崩盘。Robert Pape 4月中还在估计，美国地面战会打地面战的几率有70%，但是昨天呢，开枪说我没办法抖啊，我洛杉矶张先生刚你的绿界没办法收美国信用卡，你不要啰嗦，有没有淘宝？不，有没有那个微信跟支付宝？有照样可以。但是没有想到，川普做了一个 Robert Page 没料到的选择。川普选择的死路4，永远不结束封锁，只要封锁不结束，我就不输。我们给你撑着，既不轰炸，也不地面战，也不撤退，就让这个战争永远拖下去吧。干，这到底在干嘛？这就是自杀性治国的最后一击啊！当所有的出路都是死路，你选择我就永远不出去了。这个世界已经疯了，这个世界已经疯了，这个世界再也回不去伊朗战争之前那个世界了。我们讲中方好了，接下来中方自己的内部，习近平虽然笑，有时候习大大的表情我实在是判断不出来。虽然他笑，但是中方自己的内部正在出现一个比战争还要危险的东西，是什么呢？我先问一下各位，到底有没有人要看我写小说？我跟你讲，我最近在写什么？我在写一个那个司法正义，就是民间执法执行正义的小说，叫《制裁者》。我在写龙枪的同人小说，我在写魔戒的同人小说，我在写一个穿越小说，我在写一个回到这个7·7事变当时的穿越小说。我写这个，各位想看小说的人，请按+1。我们来稍稍调查一下。好啦，猫开枪说微信、支付宝要中国账户，我在美国10几年是怎么会有中国账户？就抖信用卡嘛。Bruce Wang 北京说，我是觉得现在别整天渲染习川会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台独的言论啊。如果到时候什么都没有，绿的要吹波，烦死了，顺其自然就好。反正川宝说什么，现在就听听而已，没有任何可信度。对了，乙一说我要看，会出手游吗？苏丢冠说：“出塔，你不打算去一趟大陆办银联卡吗？这样你有一个脱离台湾金融监管的账户了，很方便。”有啊，我已经放出来了啊！你妈不是哦？好，我们不要动辄就骂人家妈妈。我有放出来啦，你没看到？来，已经放了好几篇嘞。短剧都可以啊。那你好歹要先要有剧本。有，我已经放出来了，各位有空可以看一看啊。存下来，有流量就可以接着发。我知道啊，你也不要说做短剧很火，我都会做短剧的。你今天这个直播点进来看那个影片，就是我自己做的。来，这个其实中方也要受伤。你不要说我今天都在拍。无双悲境说魔界有兴趣啦，你先预告一下是哪个纪元的故事，主角是哪个种族的？主角是我，我要穿越到魔界的世界里面去做菜，开不开心？
妈变成魔界美食猎人，不是啦，写同人就是要搞一些有趣的东西。我喜欢看人家做菜，我喜欢吃东西呀、什么苏丢官说看了，我一开始还以为出大有什么秘密群组，害我很想进去啊，可以考虑，但是就再说，再说。有我穿越，我觉得我的穿越写得很好。中国军号还有央视军事最近写的穿越，我认为爽归爽，但是你不能这样写。他妈，你让一个合成旅直接穿越到北平城门外，一个合成旅，一个有装甲、有直升机、有大量战斗部队的合成旅，还有重炮，你直接穿越到北平城门外，你故事不能这样写，你这样写世界就完蛋了。当年只要一个合成旅的后勤做得好，战力够的话，你他妈可以一路打到莫斯科去呀、你不能这样写啊！写爽归写爽，你要让所有东西有悬念，好不好？精灵何时会出现？等我做到第3道、第4道菜就会出现。莱森旺说：“朱大，你觉得后天美国国会会不会通过战争权利决议？我觉得会，但是不一定啊。我跟你讲，你去看，现在在抖音上面最红就2个，都是他妈一个合成旅给我开回去。央视军事是整个东部舰队穿越到北洋海军那个世界去，看他妈，他把日军的那个旗舰炸到吗同温层去？你说这故事怎么？这故事怎么写嘛？合成旅不能这样子写啊！对啊，我觉得你已经把它写成南天门计划了，不是你没搞懂，匈牙利不知道对不对？日本玩这种参略叫做干壁之舰队，绿色的舰队。你穿越进魔界时，拜托里面半兽人洗个澡，我打算给他们吃叉烧，因为半兽人大概要吃到那么强烈的冲击才会改过向善。对啊，秦明有看到吗？对不对？我觉得大家写穿越很棒，很开心，我很喜欢穿越。可是你要注意，要设限制。所有的替身就跟《啾啾冒险野狼》一样，所有的替身都是要有限制。你他妈无敌，连 Dio 的暂停时间世界 Zavaludo 都有暂停限制，好不好？不能这样子啦。哦，不是 AB Chain 你漏了。君浩教的最早的穿越是讲那个王，惨了，我忘记他名字，不好意思，对他不敬。就是当年在南中国海，就是南海上面撞到 P3的那一架飞机，他说他儿子飞回过去跟他会合，那个是当时。最近又出现的是整个穿越到北洋舰队甲午战争的时候，就这样。好，阿弥陀佛。不是，好好讲讲，等等等等，我今天在讲嘛地缘政治，怎么搞到在讲穿越？好，来，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中国赢了，讲到这里，你应该说，朱大，你不是说对王伟，你不是说，美国自杀性治国吗？那中国应该要开心啊？为什么经济学人还要警告中国犯了错？好，但是中国表面上在赢，因为中国自己也很小心。我们手上《经济学人》这一期有一个叫做 Telegram 的专栏，叫 Hurricane Trump， 川普飓风。记者花了12天在北京、上海蹲点，采访了中共现任跟卸任的官员、军官、政府智囊，
美国研究学者、中东专家、社交媒体上百万粉丝的正评人，看就那么几个。他想要搞清楚，对81192没有是81192，我已经不能返航，就飞不回来了。那个高速飞机撞到慢速飞机啊！来，等等，我拉回来啊。这个 Telegram 的记者啊，经济学人就搞清楚中共精英的真心话到底是什么。采访结果揭露了一个让大家哭笑不得、又笑又害怕的事实：中共的内部精英，他希望这一场战争刚好打2个月就好了，2个月哦，2个月哦。为什么？因为短于2个月，美国伤不够重；长于2个月，中方自己也受不了。这就是中共精英在做的冰冷算术，他们在算美国最佳痛点、最佳的痛苦长度，是不是听起来很理性、很策略？可是这背后揭露一个秘密，老共也在出血啦。经济学人上一期的内文写的，但是对岸的网友你们翻墙出来，其实就要看这个，因为你们的主流媒体绝对不会报。它有几个数字，你仗不能那么久，你仗打了那么久，中方囤积那么多战略资源，会被耗掉啦。第一个数字，中方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连续41个月下跌。这是2012年到2016年通缩以来，中方最长的一次通缩，都通缩这么久了，不妙。第二个数字叫中方的 GDP 平减指数，连续11个季度下跌，这表示中方进入了日本式通缩的明确讯号。那你就不要北七经济学你不信，你要信什么环球时报吗？也就是中方现在有危险进到了日本式通缩，也就是美方再拖下去，世界所有强权，中方本来一直保持着两边不碰，但他现在也在出血了。第三个数字，2026年呢，中方的经济成长目标是4.5%到5%，这是1991年以来最低了。1991年是34年前呢。聊天室的各位，你想想，34年前的中国经济成长率是2位数，现在连5%都保不住啊！第四个数字，你各位一定清楚。如果对岸网友你们还在开油车的话，如果你觉得经济学人不可信，你就去看《环球时报》。我不想要浪费时间跟你辩论，因为表示你真的蠢。来，第四个数字是3月23号，中国的油价已经涨了13%。你对岸的网友如果开油车，你一定在骂，你一定在骂。为什么？他妈很贵啊！第五个数字，唰赛啦！中国2026年的成长是靠出口扛起的33%，也就是说，只要全球经济下行，出口下滑，中方的经济会马上就见光死。好了，你开心，你他妈翻墙出来看个屁呀！你告诉我新方门你不能信，结果你翻墙出来看我整理的资料，你怎么不去看 CCTV 呢？去看央视1号嘛，央视14套，去看央视电影台呀。你各位锅巴喷火，你去查，《经济学人》已经是相对中立的媒体杂志了，不然你要看福斯吗？不然你要看 CNN 吗？
不然你要看 BBC 吗？每一个西方媒体都不可信，要不要想一想？环球日报是不是更开心？来，你等等，也就是中方的经济也会被全球经济拖垮，而伊朗的这个战争呢，正好就是让全球经济下行的事件。这就是《经济学人》社论结尾那句话的真正意思。中方正在下重注，赌美国会在自己制造的混乱中失败，但另一个未来也有可能发生。美国拥抱动荡，中方被迫封闭，那个未来可能被美国抢走啊！那个未来可能被美国抢走啊！这句话在打什么脸？这句话在打中方的脸。中方嘴上说敌人在犯错，但中方自己内部也已经出现了危险的预兆，叫做自杀性治国的另外一个版本，叫自我封闭是失败。各位，你出来就是听各种各样的东西，他妈我都配合你讲，我会变成历史哥，我会变成侯汉廷，好不好？我就不是嘛，他妈我是一个评论者，我不是跟你要钱的乞丐啊！我都说你爱听的东西，那你听个屁嘞！你每天去看三日月牙医，你每天去看风可怜不就好了？风可怜风哥会违逆你的想法吗？当然不会。那你看我的节目就不是看风可怜嘛，好不好？思考一下，妈拜托你。来，再不是最可怕的，因为中方就像各位一样，连有内部问题是自己都不能承认的。来，这个东西我也相信。2026年3月29号早上，北京房山区一个传统市场，一个男的开了一台工程车冲进市场，撞死的人。不是俗望北京说是经济学人中立还是中立媒体人中立？经济学人意思他就是重经济的，那中立媒体人呢是要站中间比较好扫地，好不好？那这个北京房山市场这个影片呢，没有人报。经济学人的记者，我看他想要被驱逐出境了。3月30号事发第二天，警察包围市场，地上停着一辆中国 SWAT 特警的车。我之前去有看过那特警车，超帅的。记者问警察说：“昨天有事吗？”警察说：“如果真的有事，可能是精神病患干的。”警察已经抓人了。这是标准的 SOP 话术。房山市场啊，什么房山多少号的你啊，有没有房山通北街的？对比一下英国，同一个时间哦，3月28号，英国也有一个男的开车撞行人。索亚卡塞，你说他原则上反中，偶尔吐槽美国，我跟你讲，你没有很久没有看了，对不对？我去年一整年在北京，我都在看《经济学人》，干他整本都在干美国，中国稍稍提一点，太久没看了啦，还在那边幻想说他没有每天都在那边看。来，3月28号，英国有个男的开车撞行人啊，伤了7人，英国媒体照样报道。那中方现在的稳定呢，是一个大问题。他就提，我跟你讲，房山跟这个经济有什么关系？是他因为不报，所以你们知道的不完整。那你们知道的不完整，就不会做合理的推论。所以，中方对外呈现的迹象是稳定可预测，对抗川普乱局的世界支柱。但中方现在你连市场冲撞事故都看不到，所以他的意思是，中共的精英嘴上很自信，但私底下焦虑哦。私底下焦虑的内容包含什么？来，我刚才讲了，我再
干对啦，房山这事情都假的，好不好？都假的，都他妈是假的，没有，可以吧？没有，都没有。实际上是小孩用这个遥控小汽车撞到一只小狗。来，第一个，中共的精英说老实话，他怕川普如果太弱，共和党里面真正的反中鹰派，不是做生意那种，真正的反中鹰派会回来。对啊，经济学人是英国的，麻烦大家搞清楚好不好？他前一阵都在臭美国啦，对的，撞死人的多了，好不好？多好都不重要啊，你乖，你客气，但你没有被撞死，因为你运气好。来，第二个，中方这一次对美国军事 AI 能力的代差感到震惊，也就是经济学人原文怎么讲？他说，中方精英对美军使用 AI 进行目标锁定与高科技指挥管制感到震惊，也就是就像1991年波湾战争，美国精确武器摧毁伊拉克军队时的中国震撼。有人担心中国在战争使用 AI 上面，中方需要数年才能追上。第三，中方的精英怕中国还没准备好迎接没有规则的世界，什么意思呢？经济学人就是中国专栏叫杂管，结尾这句话，你们必须要听。中国本身就是全球化开放的受益者，中国因为在这个规则下是领先、是占优势的，它没有准备好迎接一个没有规则的世界。如果只是撑过这个风暴是不够的，也就是中方的精英其实很清楚，他们现在的领先优势跟赚到的是建立在过去30年之间美国辛苦维持的全球秩序上面。这个秩序如果崩了，中方的经济命脉、出口导向、海上贸易全部跟着崩。中国不是在等美国犯错，中国是在祈祷，希望美国要崩，但是别崩太快。最好刚好让我们捞一笔，又不要把整个体系拖下水。但是祈祷不是战略啊。所以中俄伊三角的真正本质不是3个赢家手牵手，是3个都受到经济影响，在崩坏边缘的政权刚好踩上美国自杀的这一个帮手。经济学人不是被日本买，是金融时报被日本买啦，各位多读书好不好？是金融日报啦，哎呦，来，反正总之就是中俄也在搭便车啦，你太快垮，他们也不行。好，接下来要讲精彩啦，台湾大乱啦，哈哈，干我高兴什么呢？因为都讲，早就说了。你不听就不听，最后就大乱。来，台湾在2026年3月18号、4月1号已经被中共明确、公开的、官方的提出一个交易条件。哎，干 ，Fanny TNB 1905说这里是不是又是中国崩溃论？干你娘鸡掰嘞！妈的，我前面在讲美国崩溃，结果你进来，我不过就是提到了中方现在很小心，美国不要太快垮，你又说中国崩溃，他妈是不识字，还是你的阅读能力是狗教的？你不要再来受害妄想症了，我他妈很中立，你听我们其他的网友讲就知道，认认真真干你娘，我还黄光芹老公嘞，操你妈啦！我他妈是你爸老公，叫我爸爸。经济学人不是报纸啊 ，Financial Times 是日本。我他妈讲了1个多小时，干我讲90分钟都白讲了。看，来，我继续往下讲，干我都笑了。来，国务院，中国国务院国台办的记者会上公开讲，来，中方是怎么布局的？2025年10月呢，当时还没有伊朗战争，国际油价
1桶70几块美元。中方已经开始预埋伏笔了，首度系统性的提出7个更好，和平统一，和平统一。台湾会有7件事更好，其中之一就是能源资源这样会更好。当时这个论述呢，被台湾媒体当成常规认知作战，干不是这实在太蠢了啊！你看希拉里说，这个世界站在全世界崩坏论的边缘，不是中方崩坏，是吗？美方也崩坏，台湾也要崩坏，欧盟也在崩坏，连 OPEC 都在崩坏啊！干妈，结果跑来说我是黄光芹老公，干你妈是狗教的，是不是？七八害我妈一开始都被，好，我赶快继续讲，快！那这个论述当年那么7个更好，说哎常规认知作战啊，没有人理。但你仔细想想看，一个正常的统战论述，为什么要把能源这么具体的议题当成7个更好之一？因为中方内部的战略评估已经算到伊朗局势随时会爆炸。2025年11月，他就已经算到了台湾的能源结构性议题会被摊在阳光下，这预埋了伏笔。2026年2月28号，美以轰炸德黑兰，伊朗战争爆发第18天，3月18号，国台办立刻引爆预埋的伏笔。和平统一后，两岸将实现互联互通、应通尽通，完全可以弥补台湾在电力、天然气、原油方面的短缺，为台湾的能源资源安全提供可靠保障，让台湾同胞享有更便宜、更清洁、更稳定的能源供应。各位，国台办这个动作是覆盖一张牌，让我召唤青眼白龙，应通尽通，电要通，油要通，气要通，讯息要通，人要通，货要通。翻译是什么？台湾所有命脉通通交给北京管，因为我老大哥管你吃住。这不是统战，已经没有在统战了，已经没有在统战了。看，这是降格通知书。陈冰华还引用了孙中山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能够统一，全国人民便享福；不能统一，便要受害啊！”一路追溯回中华民国创建的当年啊，哎，这句话弦外之音跟以前不一样啊。他说他已经不说统一是大势所趋了，意思变成如果你不统一，你就活该因为能源短缺而受害。但还没有完，这还不是完整版的。等等，在念完整版之前，我要先念一下斗内看。他叫龙九说带超哥斗内，超哥已付款打仗了 ，BP 赚点钱是应该的。俄罗斯打3-4年的仗，贸易顺差大翻倍。伊尔库兹克石油那个老板没打仗之前努力了20-30年，赚了20多美金，打3年每年身价多10亿美金，打仗也要靠实力，要不然赖委员长打一个试试看，还是不要啊？苏丢冠说不是，我是看了老共福建舰宣传片，片中福建舰对空呼叫81192立即返航。哦，反正就一个军事情怀片啊，那是另外一种变种。不是说贝敬说，其实现在最怕美国瞬间倒下是东大，因为秩序骤变会引发全球失衡，冲击贸易、能源跟安全体系，最好是要稳定运行。而东大自身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承接跟主导整个国际体系的运转，好不好？这个都是这样子啊。这个不是汪贝敬说，我理解是经济学人，不是干美国，是干川宝。坏掉龙龙九说带超哥的已付款斗内，干今天他怎么那么多话？大陆经济哪年没问题？老百姓太乖有什么办法？比如房山那个破地方，聊天室这边估计只有我去过。2011年炸酱面1块7一碗的地方，2022年去的时候，有技术工人在考虑要不要外派去烟台，到手3200的工资可以加6倍。布鲁斯旺北京说，猪价进修后功力不行了，居然瞬间被小粉红攻破防了，不是？这也太无知了吧！竟然说出了我是你爸老公这种话，哎，就是成都嘛，好不好？成都，哎，而且我跟你讲，
最妙就是最近我在看那个小红书，有一个那个对岸的妹子说啊，我要来台湾奔现呢、结果大家都很期待啊。她说她一路转机飞来台湾之后，先飞香港，然后再飞来台湾奔现之后，大家在底下就说：拜托你不要，求你赶快回家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奔现对象是台湾的家酒，是台湾的家酒啊！你看这个干什么？就是他带他去钓虾场，请他吃槟榔，就底下有一堆台湾妹子说：妹妹啊，我劝你不要啊，这个不是一个好的交往对象啊。是那种你爸妈会跟你讲说你不要跟他交往，然后你会跟他讲说没有，他对我超好的那种对象，我看了之后就放心了。我没想到台湾加酒也可以，也可以跟人家奔现哎，妈靠腰。好，等等，讲完了。2026年4月1号，国台办另外一个发言人张涵在记者会上把火力升级，直接点名民进党。加九就是8+9，八嘎九，台湾8+酱，八家酱不知道哦，那糟糕，这个对岸有惨了。好，这个意思你就懂了。台湾的精神小伙，通常手会刺包手、包脚，半甲还刺不起，因为太穷了。台湾的精神小伙，大陆的黄毛，你这样懂了吧？所以你他妈千里迢迢坐飞机奔现，然后最后那个饭还是大陆的梅亚请的、欸，干有没有搞错？妈，这么丢人呐、啊！台湾男人已经丢人到这个程度了，干真是很糟糕。好 ，Eric 廖说，一般台湾新闻台也很少会综合外媒报道做新闻，这是题目很深。来，赶快让我讲完。妈，我干，我今天不想要做到2小时啊！张涵直接点名民进党，他说，民进党当局所谓的油气供应无虞，不过是对油气供应无力的自我安慰，是对大众的愚弄欺骗。和平统一后，两岸实现互联互通、应通尽通，台湾同胞再也无需为各种能源物资短缺的焦虑。反观我们现在在担心橡皮筋跟塑胶袋，哎，老共在30天内第3次出牌了。第一次2025年10月，第二次3月18号陈冰华，不是说北京就是大陆说的黄毛啦，精神小伙啦。第3次4月1号，张涵直接点名民进党愚弄欺骗，而且最重要，应通尽通这4个字已经被写进“15+5”规划纲要了，这是国家层级的决策。你知道我们陆委会回应什么东西？他说：“哎呀，相关论述多着重物质利益，对台湾社会吸引力有限，对台湾社会吸引力有限。你嘛帮忙，那你觉得这么有限，你不要去龙亨呐、啊。这个关键叫什么？民进党饿死了，也绝对不会同意跟对岸做合作。所以农委会、陆委会给你就是这句空话。为什么民进党饿死也不会同意这句话？是因为你只要承认对方的能源勒索是真的，你等于承认民进党自己10年的2个神主牌都站不住脚。神主牌1反核非核家园，神主牌2非红供应链。结果嘞，当你这2个神主牌全部都站不住脚的时候，民进党要怎么办？当作没看见。官方的说法永远都是油气供应无虞。你看看荒不荒谬？国台办讲的话比你实在，然后你还骂国台办说谎。问题是说谎是你呀、台湾的天然气储备从头到尾都只有12天，法定要求11天，台湾现在只比法定多1天。对比一下，南韩30多天哦，日本40多天哦，这就是油气安全无虞的真相。而且，2026年4月24号，日本美国的智库 FDD 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 民主自由防卫基金会发布了一个报告，这个报告很精彩。尽管中国官方禁止燃料出口，
北京仍在伊朗战争期间秘密向越南跟菲律宾送燃料。你听懂了没有？中国对台湾是嘴上讲应通尽通，但中方现在还已经弹性大到对越南、对菲律宾行动上秘密送燃料啊！这叫包围式能源统战，一边勾引你，一边把燃料送给你周边的邻居，让你变成最后一个还没选边的人。而且更恐怖的是，《经济学人》Asia 的报道里面埋了一句话：台湾媒体有报，但没有挖深，因为民进党不准你挖深。中国甚至向台湾提出，如果台湾愿意在中共统治下统一，就提供能源给台湾，台湾立即拒绝。这4个字非常重要，代表这个对话，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们。那是多久以前啊？馆长跟光晴姐吵架，所以跑来这个频道，太瓦固啊！那个时候我还在北监呢。来，这代表经济学人认为这个对话真实发生过，中国真的把这个条件摆到桌上，民进党拒绝了。但民进党拒绝之后，没有对国民公开这件事情，不然经济学人为什么会这样讲？因为承认这件事情等于承认中共讲对了一件事情，民进党的能源政策有结构性的漏洞，所以民进党就算饿死了，也绝对不会同意这个事实，所以你只会在这里听到这个事实。事实是什么？台湾95%的能源靠进口。第二个，战前70%的原油，38%的天然气来自中东。第三个，天然气储备只有12天，法定要求11天。第四个，2025年5月最后一座核电厂停机，台湾进入后核电时代。第五个，再生能源跳票。第六个，中央大学消费信心指数本月跌到62.3，3年2个月来最低了。你觉得这个状况好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但是我让你看一看。台湾现在的状况就是这么起。来，我继续往下讲。第7中油、汽油已经连续第2周动涨，政府就是在硬撑，它就是撑，那撑的还不是我们纳税钱。第8，战前3个月，台湾已经出现抢塑胶袋的潮流。塑胶袋价格飙涨，国台办4月1号拿这件事情明讲，不是战前3个月了，是开战1个月。所以真相是什么啊？各位记得要去买我置顶的那一个佳美能的行动电源，因为当电不够的时候，你只能囤行动电源。所以台湾的能源安全真相不是无虞，是无力啊。油气供应无虞只是政府的镇静剂，而中共正在精准的一格一格的关掉你的能源按钮啊！你在干什么呢？我最后要补一个可能没注意到细节啊。2026年3月26号，台湾中央大学公布了一个数字，消费者信心指数62.3，3年2个月来最低。而台湾的股票同时间破4万点，你不会觉得这很北烂吗？所有6个子指标全部都下跌，物价预期、家庭财务、国内经济、就业机会、股票投资意愿、耐久财购买意愿，这表示消费者的情绪保守退缩，跟中东冲突相关的不确定性日益增长。它反映在你的中油加油站收据上面，反映在你的电费账单上面，反映在台湾整体的心理结构上面。你比上个月更不敢买大件电器，你比上个月更担心家里的存款，你比上个月更不确定明年的工作会不会被裁，你比上个月更不敢买股票，你比上个月更怕油价继续涨。这6个害怕加起来就是战争税。你今天缴的电费不是缴给台电，你缴给德黑兰的革命卫队。
你缴给北京的国台办，你缴给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，这3个人手牵手坐在你家客厅，每个月跟你收一次税。而台北的赖校长唯一的回应是油气供应无虞，怎么办呢？快，我还剩5分钟啊！谢谢冰雾的斗内。干，我今天骑脚踏车骑了妈5公里，我脚抽筋了，靠背嘞！你看我省钱实在省到一个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。我从大直站骑到剑潭站，哎，好，来，我快讲。我们回到佩普教授那句话：亚洲国家正在跟美国保持距离。过去30天，亚洲国家保持距离的具体动作摊在桌上。菲律宾，美国最铁的东南亚盟友，4月之间做了3件事情：第一个，全国能源紧急状态；第二个，菲律宾买入了248万桶的俄罗斯原油，这是从乌俄战争以来第一次买俄罗斯油。第3个，同一天3月27号，菲律宾跟中方的外交部咨商会议3年来首次重启。小马可是跟彭博说，菲律宾要跟中国建立新常态，重启南海油气联合探勘，这不是保持距离呀？然后有将近12个亚洲国家排队买俄罗斯油，日本、南韩正在考虑跟进，这就是佩教授讲的升级陷阱。那个 trap is escalating， 继续往上升，每一步都好像是最聪明的选择，加起来变成最要命的后果。当油价超过$100一桶，俄罗斯在全球经济跟地缘政治中的声音会更。所以过去4年，西方花那么多力气孤立俄罗斯，川普1个月就把它解除了。好，快，我时间不够了，所以我现在要赶快把我的要饭工具拿出来，我的微信跟支付宝啊，干，脚抽筋。好，来，快！你如果听了觉得不错了，这个1元不嫌少，100元不嫌多，赶快抖一下，我继续往下走，时间有限，我要在2小时之内结束。欧洲也在离开，不止亚洲离开，德国总理 Merz 直接呛美国正在被伊朗羞辱。那德国是北约最大的欧洲经济体，德国总理跟美国总统在社交媒体上互呛，这在过去70年北约史上没有发生过。英国国王查尔斯紧急访美，表面上是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，实际上是在做什么？实际上他在想抢救2国破损特殊关系的任务，也就是美英关系已经破损到需要国王亲自出马。而且最后要讲得快啊！阿联酋不是说北京很想要听，中东美国最坚定的盟友5月1号要退出 OPEC。直播后3天OPEC 供应全球1/3的石油，失去阿联酋这个第3大产油国，意味着 OPEC 体系正式裂解了。阿联酋退出的官方理由是什么？不满沙烏地阿拉伯没有在伊朗攻击时保护他。这翻译成人话是什么？表示美国也保护不了我们美国的中东安全联盟在过去60天崩塌了一块，而且崩塌的那一块刚好就是石油基础建设最重要的那一块。联合国秘书长也出来说，呼吁双方让贸易恢复，也就是美国跟伊朗都要放松，要把贸易恢复美国2战之后维持了70多年的自由航行守护者身份，在2026年4月被联合国秘书长亲口降格，变成跟伊朗一样阻挡贸易的当事方。这个时候台湾站在哪里？亚洲的菲律宾倒了，印尼买俄油，泰国、越南排队买俄油，日韩动摇，欧洲德国公开骂美国，英国国王抢救特殊关系，中东阿联酋退 OPEC， 沙烏地保不了阿联酋。台湾站在原地，台湾继续喊跟美国站在一起，非红供应链民主同盟，立场本身没有错，错是所有人都在退一步的时候，唯一站在原地的人会变成什么？
是变成那个唯一还没撤的人。而且台海的局势比以往变得更麻烦。更麻烦是什么？4月17号，日本驱逐舰通过台湾海峡。4月18号，解放军东部战区发动联合战备警巡级的东海演习。4月19号，解放军第1133任务群包含一艘动武D驱逐舰包头号穿越琉球海峡，进入西太平洋。4月20号，辽宁号航母通过台湾海峡南下。4月22号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，台湾是中国不可谈判的红线。这就是习近平跟整个中国在习川峰会前16天向全世界示范的肢体语言。台湾啊，我可以同时对日本、美国、台湾示威，我随时可以做，我不需要征求任何人同意。接下来5月14号到15号，习川北京峰会，距离直播只剩16天了。这场峰会会决定美国的命运，来不及了，我们下次再说。我每次做到2小时，我都觉得累，所以各位，这是定时炸弹哦。2月26号、4月29号是今天，距离5月14号到15号，川普访北京访习川峰会只剩16天了。这是9年以来美国总统第一次到中国国事访问，9年，距离川普第一次访中2017年，整整9年。而且聊天室各位，这次峰会的议题清单已经完整曝光。我讲完这里就要先停了，之后再说。华尔街日报4月27号，2天前独家披露习近平的目标清单，我们把有人翻给你听。接近北京决策圈的人士透露，习近平这次峰会要做2件事：第一件，测试川普能不能被说服，把美国立场从不支持台独改成反对台独；第二个，把美方长期主张的和平解决要改成北京偏好的和平统一；第三个，我脚在抽筋抽太严重了，妈呀！一名美国政府资深官员指出，川普可能在峰会上寻找一个中间点，在台湾议题上对习近平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，而且此举将被视为是习近平的胜利啊！来，接下来我们下一次再说。各位现在开始投票了，我马上要在2个小时之内结束直播。各位，你们觉得今天的内容如果讲得好，内容也好，请按1；你们觉得今天的内容好，讲不好，请按2；你们觉得今天的内容跟讲都不好，请按3。川习会静候我们下一次直播再分解，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。但是这个事情实在太严重了，而且再加上我大腿抽筋，我没办法再继续了。各位，你们一边投票，我一边跟各位讲，这个这边有支付宝跟微信，1元不嫌少，100元不嫌多。那各位赶快意识一下投票，好不好？也有人在微信留言，但我今天来不及讲了，我抽筋快要痛死了。好，我们明天就跟各位再进一步讨论其他更多的东西，好不好？来，开开心心跟各位说，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边结束，谢谢大家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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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。